吴怀先，康先生，来，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娘，就放在她桌子上就行。这是什么呀？她看了自然会知道。记住，不要告诉她是我给的。哦，康先生再见。30年前，日本开始引进缫丝、纺织等西洋机器，建立工厂，推广技术，并辅以其他变法措施。短短数年，就见成效。而今，日本借工业之盛，国力大增，不仅废除了与西洋各国签订的种种屈辱条约，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，便俨然成为亚洲强国，乃至世界强国。对齐了，对齐了啊！好。内外诸臣急行遵诏，切实办理，不准借口体制攸关，多方阻隔，并不得已无可再裁，敷衍了事。如果严格按照皇上的旨意，陕西要裁撤多少官员？至少300多名。这些被裁撤的官员有没有说如何安置？没有。大人，虽然被裁撤之人多是冗员，但一下裁撤如此之多，又无安置之法，只怕……这样吧，先搁着。大人，这皇上的诏令上说的明明白白，限1月半军复奏，若推诿因循，定当予以重惩，绝不宽待。这哪是在变法呀，这是在催命啊！以前啊，我们只知道买回机器开工卖布，这一次既然知道了人家日本工厂的精妙之处，就必须得学得有模有样才行。那是。周莹，哎，大哥，你这精酿布厂什么时候开工？现在出定，1个月之后正式开工。为什么还要等1个月呀？机器不都已经到了吗？机器到了还得安装，工人还要培训，所有工种之间还有一个配合过程。事儿多着。不行，10天之内必须开工，必须要见到成效。这大哥，这也太着急了。怎么能不急呀？皇上为了你这精酿布厂，专门下了诏令，说务必要办一个样板出来，给全国的总督和巡抚看一看。可是现在2个月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向皇上交代？啊？可是办厂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千头万绪，哪里是几天时间就能搞定的？哎，这是啊，你这是强人所难，我跟你说啊。子说，变法本身就是强人所难的事儿。要想舒坦，可以不变法，吃面。这，吴策，跟你四叔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反正我把话撂着，15之前必须开工，如若不然，我便上书皇上，取消你们精洋布厂所有的离税优惠，而且我还会告你们，说你们假借变法办厂，沽名钓誉。你敢？这什么德行啊你是？这，二哥，二叔，儿子，来，快来！扶进去。小和尚，老爷，这么多，大人，能缓一缓的我都检出来了，这些都是最急的。大人，夫人来了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啊有几个要设商务局、商会的这几个诏令，你帮我看看，想想办法，怎么能应对一下？我是来向你求助的。哦，怎么了？这个吴泽非要精洋布厂在10天之内开工，这怎么可能？
所有机器还没有安装完毕呢。又是吴泽。赵大人，赵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学政大人刚出家门，就被100多个童生秀才给围攻了。那是为什么？科举制度废了，现在要求把文庙全部改成新式学堂，这些书生啊都不干了。呀，怎么会这样？现在鼓吹变法的这些人，压根儿就不知道民间的疾苦都是纸上谈兵罢了。他们的心倒都是好的。朝廷上下原本支持维新变法那些官员，到现在都渐渐的对这些维新派产生了反感，更不要提那些原本就反对变法的王公贵族。那行了，我先把学政大人解救出来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有机会的时候提醒一下吴泽，省得以后局面不可收拾。那个，有机会的话，你也提醒一下他。好，走。吴泽，吴泽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。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这名单上的人，必须立刻革职。为什么？我来的这些日子，明察暗访，发现这些人要么就是阻挠新政实施，要么就是消极拖延。尤其是那个学政大人，这都1个月都过去了，新式学堂还是没有进展。这个，我要替他说2句了。要银子无银子，要老师没老师，这怎么可能凭空办得出来？你还袒护他？我不是袒护他。今天为了新政，他差点被人围殴。大家不是消磨拖延，是在疲于奔命。如果你们不改掉那个旧时的官僚做派，自然是难以实现。可是现在，这变法的诏令几乎每天都在送来，那最多1日可以收到10几份的诏令，有商务，有教育，有军务，连我都不知所措。那你让这些下面的官员和普通的民众怎么办？我说吴泽，这一点，你们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？如何变通？我以为法令的颁布可以暂停，至少签绝不能停。至少可以先变一部分。赵白石，你千万不要存如此想法。我告诉你，变法一说，能变则存，不变则亡，全变则强，小变则亡。照你们这么个变法，不出3月，一切全乱。没错，我们要的就是天下大乱。你说什么？大乱之后，才是大治。吴泽，你动脑子想想，这几百年来积下的毛病，就几天之内就能给变过来？赵白石，你不要为自己的背懒言荡而找借口。我看你分明就是不想变法。凭什么说我不想变法？那你现在把他们都给撤了呀！恕难从命。撤，还是不撤？不撤。好，好，那我就马上上书皇上，参你违拗钦差，阻挡变法。到时候，你可不要怪我，怪我无顾同窗之意，因亲之疑。随便你。四叔，赵大人被罢官了。是啊，
据说是吴泽干的。这大哥是疯了吧？可不是。那二叔呢？一听急了，这跑去找吴泽去了。吴泽，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吴泽，别再搞什么变法了，马上跟我回家。爹，变法成败在此一举，让我现在和您回家，怎么可能呢？吴泽，从古至今，那些变法的商鞅、吴起、王安石，哪个有好下场？啊？爹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你看你，废科举、裁冗员，到处挑事，到处得罪人，就连赵白石这样的好官，也被你罢免了。你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爹，赵白石乃朝廷大员，顽劣不化，不识大体，处处与我作对。我弹劾他，那是大义灭亲。你这是变法吗？你这分明就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送客。吴泽，你敢撵你爹走啊？爹，我很忙，有好几个奏折等着我写呢。对了，爹，泾阳部长到底是什么情况？15之前能不能开工？如果不能开工，皇上要是问起我们陕西的变法情况，我可是要给周莹添上一笔。你敢！吴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敢对周莹怎么样？老爷，老爷，快去叫人！快！老爷，爹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医生一中，快过来！爷爷，爹，您是还想见谁？周莹吗？二叔，二叔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一定竭尽全力保护大哥周全。二哥，爹，老爷，二哥，爷爷。沈老板，最近二少爷依旧蹦跶的厉害呀。哎，别提了，我跟那个逆子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。是吗？哎，那最近王爷要我收集陕西的动向，那这个康先生的言行，我到底是上报还是不上报呢？他姓康，我姓沈，我们没有瓜葛。杜老板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嗯，明白。哎，杜老板，最近你形容消瘦啊，是不是过于劳累了？这是我们沈家慰劳杜老板的一点心意，请杜老板用心调养。沈老板，你真的是太客气了。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
这二少爷，老爷让我把这个偷偷给您。原来我爹他一点都不糊涂。其实，从把你派到上海去开始，老爷就一直在想着退路。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，可惜他不够决断。大哥，怎么了？这二叔才刚刚去世，你就要走？现如今，变法到了关键时刻，我必须要回京，助皇上一臂之力。大哥，国家大事我不太懂，但是江湖险恶，我确实见多了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一心所想也是为国为民，但人心叵测，你自己千万要小心。你不用担心，这次的变法是皇上下了决心的，谁都动摇不了。这皇上后面不是还有太后吗？那个老巫婆不足为虑。哎，大哥，其实我知道有好些人对变法是不太接受的。是，我也是想不明白。我明明是为了造福民众，可是民众偏偏指着我的鼻子骂。那些愚昧的小民也就算了，可怜赵白石、沈星移之类，也纷纷与我划清界限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有些做法确实是有欠妥之处？周莹，连你也觉得我有错？我爹都去了，我连给他守孝都顾不上，就要赶回京城。我为了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了社稷，为了民众吗？这总不能说你为了社稷，为了民众，我就一句话都不能说你了吧？那你说我哪有错？还是说你觉得皇上颁布的哪条诏令有失之处？大哥，欲速则不达，快刀才能斩乱麻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跟你说了也没有用。你这是要走？是啊。可变法还没有成功。变法不会有成功的那天的。哦。吴泽那几个书生以为靠几道上谕就可以改变整个腐败的局面，未免也太单纯了。我本来还想提醒你，看来你比我还要清醒。你也不乐观。我甚至觉着，他们依靠的上谕恐怕都不会长久。怎么说？变法开始第5天，太后下旨，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，掌管京津一带的兵权。此外，还让崇礼属步兵统领，怀塔部管理圆明园官兵，刚毅管理建润营。同时还规定，新任2品以上大臣必须向皇太后上折谢恩。本来以为太后会放权，没想到她把朝政抓得更紧了。上有制约，中有掣肘，下多不满。此次变法的前景，至少我不乐观。可惜了啊！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别的地方，重新开办学堂。你还要开学堂？吴泽他们的变法让我更加明白一个道理：唯有从培养人才开始入手，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局面。这是正理。他们叫嚣着3年之内要发生改变，而依我看来，非要30年以上的教化，整个中国才会焕然一新。